我和我老公陆晨舟一起穿越了，别人穿越不是公主就是皇后，我倒好，一落地就在金兰殿，还是个马上要被砍头的死囚郡主。没事，先找老公。陆晨舟那张脸不该这么难找。这身高，这背影，我靠，陆晨舟不会穿成太监了吧？老公，是你吗？暗号，今晚吃火锅。大胆罪女，竟敢御前放肆！陛下饶命，老奴不知啊！不对，他没这么怂。陆晨舟虽然怕老婆，但在外人面前可会装了。苏锦，你3年前毒害太子，如今死到临头，还敢装疯卖傻？3年前毒害太子？哦，懂了，我传承了原书里那个倒霉替罪羊。苏锦身为外族郡主，毒害储君，罪应问斩。问斩！行，老公没找到，先喜提死刑。这穿越体验差评。我靠，不是太监，是大理寺卿。现实里我让他跪搓衣板，他都不敢跪键盘。穿越过来，他倒成了管砍头的。陆晨舟，我是苏锦，你老婆永远是对的。你想起来了？你认识本官？想起来了，死囚郡主苏锦，拿下，按律可押赴午门53刻复核问斩。准。不是，陆晨舟，你顶着一张欠揍的脸，你想起来的是这个？沈金恒，你不是想查3年前太子案吗？3年前太子喝的那杯酒根本不是我碰过的。完了完了，陆晨舟，你个狗东西，真要砍你老婆啊！住手！来的还挺准，再晚1秒你就守寡了。沈大人，这是陛下亲准问斩，此案未复核清楚，人犯暂不能斩。3年前奉查太监，案发次日便暴毙身亡，这个疑点还未查清。沈大人，这是后悔了？本官只是查案。嘴硬吧你，明明就是舍不得砍我。你怎么知道奉查太监暴毙？我说我梦见的，你信吗？不信就对了，我知道的不止这一件。比如太监死了，灭口，你救我，都说明3年前的太子案有问题。很简单，谁能保证太子一定喝到那杯酒？文官碰一次，武将碰一次，工人碰一次，每个人都只是经过酒，但奉查太监不一样，他能换杯，能递杯，还能确认太子喝下去。可3年前案卷写得清楚，苏锦离酒最近。离得近就是凶手，那皇帝离龙椅最近，龙椅坏了也怪皇帝。继续。他死得太巧，案发第2天暴毙，尸体草草下葬，这不是畏罪自尽，是灭口。沈大人，做个交易，你保我不死，我帮你查3年前太子案。你一个死囚，凭什么和本官交易？凭我刚才差点被砍头，还敢站在这里和你谈条件。你有官职有卷宗有大理直觉，合作不亏。哟，沈大人害羞了，冷面阎王也会脸红啊？放肆！暂押大理寺地牢。还关地牢？你是死囚，这是规矩。那你刚才救我也是规矩？没有本官命令，任何人不得带他离开。意思是我现在有用？死鬼老公，换个可以还是嘴硬。苏郡主，贵妃让我来照顾一下郡主，把门打开。来了，经典 NPC。哼，死牢出来的东西也配进大理寺？装什么装？吃干净，别浪费。你们这个时代，连细菌都懒得尊重。看见没？这什么呀？基础过滤，不会没关系，我可以开个公开课。胡言乱语！哎，别乱动啊！我刚讲第1步，你就要拆教具，你敢打我！现在记住了吗？课堂纪律，不守规矩要被点名批评。爽！这第1巴掌是替原主打的，第2巴掌是我个人加戏。你找死！你找死！干什么？在大理寺动手，你不想活了？沈大人，是他！闭嘴！你动的手。他先凶我的，
我只是情绪管理没跟上。这里不是你胡闹的地方。那你们这地方连人都养不活，还查什么案？下次再想羞辱人，记得带点脑子，或者先听完公开课。沈大人，宫中急报，太子吐血昏迷。什么时候？刚刚。再不行，今日就有人陪葬。太子3年前中毒未愈，如今再发。自从这个女人出现，就接连出事。带上来。跪好！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？我不是来受审的，我是来救人的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再碰我一下，我今天就让你在满朝文武面前社死。很好，心理压制成功。昨天2巴掌不是白打的。让他查。沈大人，他是死囚。本官负责。你们谁开的药？老夫，你退休吧。有毒！你现在才知道。来，坐好，上课了。是什么东西？第1步，长期用香嗑药降低免疫力；第2步，用香料刺激药性；第3步，用香炉引爆体内的药性。听懂掌声。果然，这就是古代教育水平。可银针未黑。你们能不能别用同一招，版本更新一下行不行？解决办法。搬。动了！真的！恭喜，抢救成功。虽然是我救的，娘娘这茶安神挺好，顺便也送终。放肆！你要不要再试试碰我一下？很好，彻底压住。下一步，收割朝堂。这是什么？陛下，臣妾冤枉。陛下醒了！你要什么啥？我要重查3年前太子案，为我自己证明。3年前，姑见过你。昨天死牢，今天客房，这升级速度有点像我开外挂呀。苏姑娘，上朝。我可以申请远程办过吗？懂了。活下来了，但开始打工。古代也逃不过早八。妖女乱政，蛊惑太子，扰乱朝纲，当诛！说完了吗？那我说，你在做什么？复盘现场，你们不会，我替你们走一遍。来，沉浸式剧本拉教学。第1个关键位置，谁能反复碰击？只有一个，奉查太监。这只是推测。奉查太监3年前暴毙。户部，谁负责当年宴会供给？本官。运输3日，你写5天，路上堵车，数量对不上，时间对不上，路径对不上，但钱对得刚刚好。查，启禀陛下，确有亏空。臣失察。等一下，你要保他？他贪，但有用，比换一个废物强。我教你，但只教1次。苏姑娘，这是何物？11得1，12得2，89 72，99 81。算账用的，低配版。算账还要背书？你不背也行，下次你来补。还有谁要发言11得1，12。收了。准。苏锦协查旧案。未来财务主管已上线。启动棋子。
那就陪他玩儿。走水了！卷宗库走水了！火烧得太巧，不是请，是有人故意让我们看见。所以卷宗不是重点。是那个小太监。沈大人，不好了，那个太监被劫了！好家伙，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，这群人把兵法玩进大理寺了。封锁大理寺，你留在这儿。你就不怕我被人按成纵火犯？你死不了，但他若跑了，案子会死。苏锦烧毁帐族，毁灭证据。苏锦，这回沈大人不在，我看谁还能护你？脸不疼了？很好，反派已经被我打出条件反射了。昨日陛下刚准你协查旧案，今日卷宗变毁，苏锦，你还敢狡辩？我还没说话呢，你们台词都排好了。来人，拿下！慢着！不是，我让你回去背，没让你背到连夜出道。户部尚书，你来做什么？他没有放火，凭什么？凭账。正族库昨夜领过4支公蜡，领用时间在苏姑娘进正族库之前1个时辰，还有邮部门锁巡夜换班，3处记录都对不。3、4、12、4、4、16、4、5、20、4、6。很好，虽然场面离谱，但财务部终于开始自动运转了。你这么爱背，以后就归财务部了。财务部就是管钱、查账、堵漏洞的地方。若能查清旧案，臣愿听苏姑娘差遣。别叫的这么正式，先生太老气，私下叫大哥吧。大哥，怎么不敢？大哥，完了，我只是随口一说，财务部1号小弟好像当真。人没带走。禁军腰牌，你受伤了，皮外伤。别动。劫人的是金军，放火用的是内廷采买，他们要烧的不是卷宗，是这个。义庄，现在还要拿它吗？奴才真的不知道，他们只说义庄账不能见光。今晚去义庄，你手还没包。回来再包。行，古代老公主打一个不听英主。像什么？沈大人，这地方不像义庄，像有人临时租的违法仓库，专门藏账、藏人，顺便藏刀。很好，这群人终于把办公地点开到阴间边上了，但本质还是非法经营。这里有人，不止一个。退后。沈大人，你这个指令不太严谨，后面也是埋伏点。好，不是闹鬼，是埋伏，这我就放心了。人比鬼好处理，至少能审。左3封门，右2断窗，留一个活口。本官说了，退后。沈大人，保护服务越来越熟练了。本官保护的是正人。哦，证人耳朵也红。闭嘴！你故意放他走？不放，怎么知道他们回哪？行，古代老公不止脸能打，脑子也开始上线了。空的。看出来了，反派也有档案管理意识，可惜业务方向违法。军饷、私盐、内廷银流、兵部。太子？不是太子，有人要把太子做成凶手。印是真的，真印、假账才最要命。大人，放走的人进了兵部外宅。兵部、内廷、太子印，够热闹的。
司天剑也在里面。兵部管钱粮，内廷管遮掩，司天监管装神弄鬼。这不是单人作案，这是团伙分工。回宫。走，让他们看看，账本比鬼可怕多了。陛下，义庄密帐之中，太子印鉴清晰，军饷去向不明，臣请彻查东宫。陛下，臣妾不敢妄言，可苏锦救太子在前，义庄账册在后，谁知他是不是一早便与东宫串通？精彩！昨天救人，今天成同伙，这朝堂风向比短视频评论区还会反转。苏锦，你还想狡辩？47285735。你先别早动，这一把我自己来。账册拿来。印是真的，你承认了？我承认印是真的，不代表账是真的。第一，印泥颜色不对，东宫印泥偏朱红，这一枚颜色更暗，是御前库房常用的陈珠。第二，盖印位置太正，太子病中手虚，就算勉强盖印，也不会这么稳。第三，账册入账日期是太子吐血昏迷那晚，殿下那晚手能动吗？不能，殿下那晚脉象微弱，连手指都无法全动。所以问题来了，一个昏迷的人怎么盖出这么漂亮的印？也许是他提前盖的。不可能。昨夜劫太监椅的人持禁军腰牌，义庄杀手护腕，有兵部军文，卷宗库引火物出自内廷采买，太子按兵部内廷禁军已是一条线。现在又多了御前印泥，所以有人想把姑做成贪腐主谋。殿下，您终于跟上进度了。抱歉，嘴损是我的被动技能。查御前印泥。陛下，西域使臣入京，献上雷音古阵，说要与大梁斗月。苏姑娘既然样样精通，不如也替大梁挣一回脸。不是，刚查完案又让我上才艺，我这是穿书还是参加古代综艺？此计从未见过。大梁自称礼药之邦，竟无人能奏我西域雷音鼓。苏姑娘昨日能救太子，今日不如也救救大梁的脸面。架子鼓，古代版，你们这礼物送的挺超前啊！不会也不必抢出头。沈大人，你这是关心我？本官是怕你丢大梁的脸。那你放心。苏姑娘若只会这样，不如早些认输。完了，手痒了。古代 live house， 邹成舟，好听吗？还比吗？等一下。怎么？这面鼓回音不对。胡说！别紧张，我就是手欠，这里面有东西。拆。太子未死，皆怀疑御前总管。臣掌礼乐半生，今日才知，礼乐不只是排办、献曲、行礼，那是什么？是国威，还有外交。外交就是不用刀也能让别人低头。使臣来，宴席上百姓怎么议论太子，都是战场。臣受教。受教就别光站着，回去把西域使臣这套话术拆一遍，明日写个反制方案。反制方案就是大哥布置作业。不是，我什么时候允许你跨部门传播了？苏姑娘先前说私下可称大哥。大哥，公开场合
臣自然仍称苏姑娘。完了，礼部也被带坏了。苏姑娘既然能文能武，不如也替后宫中位妹妹整理妆容，免得寿宴失仪。女人家嘛，能做的也就这些。你最近胆子又长回来了，很好，巴掌余威尚存。救命！这不是后宫，这是大型粉底液灾难现场。苏姑娘怎么不动手？莫不是不会？娘娘，借脸一用。放心，不拆。这是谁？苏姑娘，也看看本宫眼尾是不是也能提？本宫这个眉毛是不是早该换了？完了，后宫业务开张了。早知道收会员费。你们最近都在用同一种香粉，贵妃娘娘赏的，说能养颜。这是什么？不是养颜，是慢毒。它不会立刻要命，但会让人长期体虚，气色变差，难以有孕。3年前宫宴前，贵妃也曾赏过苏锦衣盒同款香粉。记录证词，一字不漏。我在里面收后宫，他在外面补证据链，这搭档能处。苏姑娘，若查香粉来路，本宫可以作证。一个一个说，别漏，别乱。证词留好，香粉封好，寿宴之前谁也别再碰。送去大理寺。1 2得2，2 2得4。谁大半夜在我门口背小学？这朝代终于疯到我听不懂了吗？3 3得9，3 4 12。苏姑娘，臣背熟了。你大半夜来查作业？臣有一处不明，3期后面是21还是22？很好，财务部有上进心，但他真的很吵。说正事。臣用姑娘给的口诀重算，发现当年登记入宫的酒坛数目不对。不是多了？不是，是有40坛酒，账上写着入宫，可宫门记录里没有。司天监。姑娘怎么知道？因为这局里终于有人开始装神弄鬼。深夜私会。沈大人这语气怎么像抓奸？沈大人误会，臣只是来不是来查账。40坛酒进了司天监。司天监无权接收宫宴用酒，所以他们接的不是酒，是毒，或者藏毒的壳。从前臣只知道账能藏事，如今才知道账也能杀人。苏姑娘，臣愿替你查着天下的账。国库现在有多少死银？死银就是躺在库里不动，发不出军饷，救不了灾，还容易被人偷走的银子。百姓存银，商户借银，朝廷收息，赈灾银、军饷银、工程银都走统一账目，每一笔进都有票据，有复核，有编号。朝廷借银给商人，这不合旧制。旧制能让国库问题不是没钱，是钱在库里睡觉，在贪官手里跑路，在账册里假死。先不叫银行，免得你们听不懂，叫官银局。若此法成，国库周转可快数倍。别急着感动，先把惩罚口诀背住。虽然年纪大了点，但胜在会加倍。财务部1号小弟正式归队。苏姑娘，命外之人不该插手书中事。明日朝堂有你好看。妖星入宫，太子命弱，若不除妖星，大梁将乱。苏锦来后，太子屡次遇险，朝堂即屡生事端。国师所言未必无理。妖星，你不信天命？我一般不信把不懂装成天命的人。你一介女子，也敢妄议星象？拿水盆、铜镜、蜡烛，再拿2个圆球。你又要做什么？别怕，
这次不考算账。你们所谓妖星，不过是金星在特定时辰出现，亮不代表妖，靠近也不代表灾。荒谬！看，天体运行不是神秘，是规律。沈大人，你脸色不太好。我好像见过这个。沈大人也开始想起来了。你知道什么？贫道知道，这位苏姑娘不属于这里。国师慎言。陛下，命数已乱，若继续任他查下去，太子案之外还会牵出更多不该见光之事。你急了，从卷宗到义庄到司天监酒坛，你一直躲在后面。现在你亲自上朝，是因为我快查到你了。拿下司天监，封库。沈大人，你封得住库，封得住天吗？封天不用，封你就够了。苏姑娘既懂医懂账懂星象，不知可懂诗文雅情。好，继查案救人打鼓之后，现在进入古代语文考试。感谢9年义务教育，唐诗300首终于就业了。不会可以拒。你怎么每次都觉得我不会？因为你会的东西太多，反而不像真的。沈大人，你这是夸我还是怀疑我？既是寿宴，便请苏姑娘以月、酒、长安寿为题，3夕成句，7步成联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春风入殿，万盏宫灯添寿色。明月临碑，一朝盛世共长安。背诵全文并默写，谁能想到这居然是穿越古代的硬通混货？一联虽好，未必不是巧合。那便以月为令，连答3句，不得停顿，再接寿宴即对。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3人。明月松间照，清泉石上流。露从今夜白，月是故乡明。月照长安，酒敬太后。灯开万事，春满宫廷。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坐好。记住啊，万一我传古代，就靠唐诗300首打脸。这句诗我听过。好才情，量体皆成，非巧也。太后，臣妾有事要奏。此物贵妃长赐后宫多年，臣妾等人长期使用，身体日渐虚弱。苏姑娘见出其中有漫毒，臣妾也可作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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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美妆业务升级，现在进入售后维权环节。你们敢污蔑本宫！证词、香粉、太医验方皆在此。而苏锦却只看着沈惊鸿。这句诗我听过。他刚才说他听过那句诗，他几乎能确定，他不是像陆沉舟，他就是陆沉舟。几盒香粉而已，怎能证明是本宫害人？娘娘说的对，所以我们不只看香粉。香粉赏赐时间与妃嫔病弱时间完全对应，而且每次有人得宠，第2个月就会收到娘娘赏的香粉。娘娘挺忙啊，后宫 KPI 抓得这么细。很好，恶犬开始找退路。臣妾当年小产前也用过此粉，臣妾多年不得孕，原以为是自己命薄。这些都是苏锦挑拨。娘娘，你这套话术版本太旧了。查，臣妾冤枉。 3年前宫宴前，你是不是也给原来的苏锦送过香粉？记下。你不是临时嫁祸我，
你早就选好了我，是又如何？他是外族血统，身份尴尬，无人在意。太子一倒，推他出去最干净。贵妃，可你以为本宫想害太子？是有人告诉本宫，太子不死，九皇子必亡。九皇子殿下求见。这么快？母妃糊涂，让诸位见笑。景恒，苏姑娘让满殿之人都开了眼，本王倒觉得你不像妖女，那像什么？像变数。听闻苏姑娘能变毒，能查账，能破天象，不如也替本王看看病。完了，反派开始欣赏我。一般这种人不是想招安，就是想刀我。殿下没病。胡说！九殿下自幼体弱，满宫皆知。药太苦，装的也挺苦。脉象虚浮是药压出来的，脸色苍白是少晒太阳。咳嗽嘛，演得不错。苏姑娘果然有趣。沈大人也觉得本王有趣，臣只觉得殿下身边的人眼熟，大梁五人身法相似，也不奇怪。这个人比贵妃难对付，贵妃坏在脸上，九皇子坏在笑里。一桩杀手与九皇子有关。他今天不是来救贵妃，是来切割贵妃。切割？就是告诉所有人，坏事都是他母妃干的，他本人清清白白。他不清白。你有证据？会有。但他不会像贵妃那么蠢。所以更该查。苏姑娘，下一个死的会是你身边的人。别靠近他。我知道，温柔刀，刀刀见骨。苏姑娘救我！你不是挺能凶吗？奴婢现在改路线了。这是反派 NPC 跳槽申请。你来做什么？内廷暗库的钥匙，贵妃娘娘要杀奴婢灭口，奴婢不想死。你知道暗库里有什么？3年前太子出事后，有几样东西被送进去，还有苏锦郡主当年的旧物。不能直接去。我知道，你带路。停，出来。他们一直跟着我。不是跟着你，是等你把我们引过去。哟呵，古代老公已经开始反套路了。奴婢不敢骗姑娘，奴婢只想活。想活，就把你知道的全写下来。明面让他带路，暗中绕后封门。这就是3年前太子喝酒用过的杯子。国师，终于抓到你尾巴了。接下来你就是证人，人证、钥匙、旧物、新闻，够开下一扇门了。封司天监。是。下一扇门开了。别抖，抖也没用。现在你是证人，不是主犯。那奴婢还能活吗？看表现。看表现很好，求生欲是最好的 KPI。这里的封存规制不是贵妃能调动的。谁能？御前。这纸废了。
贵婢。妖术，水蒸气。你们对热水的开发程度真的很低。他可是陛下最信任的人，越信任越好藏。看，热水能解决很多问题，包括你的泡面。泡面是什么？还差一环。哪一环？证明这杯子被换过。宫宴用杯不会有灵，除非有人临时调换，来不及检查。奉查太监、御前总管、司天监新闻。贵妃负责把我推出去，兵部负责做假账，内廷负责藏证据，国师负责给他们批天命的评。这局越来越像一个团队项目。团队？就是一群人一起干坏事，还互相甩锅。那便一个一个抓。大人，御前总管奉旨来取暗库救物。看来他也急了。政务分录送回大理寺。想活就别改口。那就让他进来，看看是他奉旨快，还是我们证据快。看这面相就知道，这种老狐狸一般都比贵妃难谈。奴才不知沈大人与苏姑娘为何疑奴才。奴才掌御前库房，宫中旧物经奴才之手，也是常理。您这话术挺稳，贵妃负责哭，兵部负责贪，内廷负责藏，司天监负责吓唬人，您负责收尾。若按旧法，只凭口供与人证，3年前这案子怕是早已定死。所以办案不能只听谁哭得响，也不能只看谁跪得快。人证会撒谎，物证会被换，要让证据互相咬住，谁也推不开，这才叫证据链。臣受教。苏姑娘太聪明，聪明人通常死得早。沈惊鸿，沈惊鸿，你疯了！白若，别怕。你叫我什么？醒得太早了。你知道什么？陛下，奴才有罪。3年前太子案是你做的。3年前下棋的人不是奴才。那是谁？天命不可改。你到底是不是他？你们这类人是不是统一培训过？不听医嘱，不怕疼，还嘴硬。How are you? I'm fine, thank you. And you? 本官刚才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你英语挺标准。英语是什么？你失忆前的工伤。别动。我梦见你了。梦见什么？雨夜，灯光，还有一间白色的屋子。有人叫我陆沉舟。陆沉舟是谁？是我夫君。你说过。我还说过你耳朵红。没有。等本官伤好，去司天监。伤没好也会去吧？确认了，这人不管现代古代都不听医嘱。大人，司天监有异动，国师闭关天台，说2个命外之人都醒了。
2个。看来不只是我不属于这里。司天剑，必须查。他不是相入沉舟，他就是，只是还没完全想起来。你赢了。目前看，是你输了。贵妃谋害太子，祸乱后宫，废位，押入冷宫。你们以为投靠苏锦就能安稳？至少他没有害我们。3年前宫宴前，你是不是也给原来的苏锦送过香粉？你不是临时嫁祸我，你早就选好了我。记下。不，苏锦，本宫也是棋子。什么？九皇子不是本宫的棋子，本宫才是他的棋子。九皇子，他要太子失势，要后宫乱，要朝堂互疑。他比本宫狠，也比本宫能忍。温柔刀，刀刀见骨。殿下，娘娘被废了。废棋而已。告诉司天剑，下一局本王亲自来。九皇子该查了，但他不会像贵妃那么蠢，所以我们得比他更不讲福德。他不安好心。正好，我饿了。苏姑娘破案如神，本王敬你一杯。殿下，这杯子是新的？自然是新的。杯沿有旧磨损，杯底有茶渍，这是洗了又用的旧杯子。您府上待客，连个新杯子都舍不得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正好带了随身检测包。碱性超标，这杯子用过凉搁洗，没冲干净，喝了容易烧胃。开宴前先测个餐具卫生。古代版315，专治各种表面客气。殿下，下次请客记得把餐具洗干净，不然传出去丢的是您的脸。宴席不欢而散，但苏锦的检测包名声一夜之间传遍京城。九皇子府那批钢教采买，案卷被人压了2天。懂了，不是案子难查，是有人上班摸鱼。门口怎么多了张新告示？从今天起，每人每月基础分100分，迟到1次扣5分，写错字扣3分，破一案加20分，替大理寺增收加30分。分数最低的3人，月底负责全寺马桶清洗。苏姑娘，我们是衙门，不是商户啊！那你们想不想涨俸禄？想！绩效考核达标的前5名，奖金翻倍。可大理寺哪儿来的钱？门口那些乱停的轿马，不就是钱吗？从今天起，大理寺门前画车位，停1刻钟收1文，堵住报案录的，罚10文。我们可是九皇子府的人，皇家示范，双倍起步。衙门设罚须有法度，所以我不罚穷人，不罚报案百姓，只罚挡路的、插队的、仗势欺人的。这不叫敛财，这叫公共资源合理收费。古代版停车场正式开业。1个月后，大理寺破案率提升，门前轿马不堵了，公账收入翻了3倍。九皇子安插的钉子，因为连续垫底，主动辞职。陛下有旨，让苏姑娘上朝讲讲她的创收之道。朕听说
你把大理寺门口变成了收费场，还让公账收入翻了3倍。陛下，那不是收费场，那叫秩序治理。这就记下来。陛下，这是我做的演示公稿。这是创抽前，叫马堵路，百姓报案进不来，暗作急压，钉子传信。这是创抽后，车位有序，通道畅通，收入入公账，绩效追人，钉子自己暴露。PPT 演示文稿，镜头要红。听君一席话，如听一席话。苏姑娘，这个屁要写多大？你先记内容。CPU 都给我干烧了。这法子能推广？九皇子府洗杯的强劫，最后一批进了司天监，国师司库的钱又流向边关军费缺口，所以国师不只是装神弄鬼，他还贪了边关3年的军费。殿下终于会自己总结了，加分。父皇，司天监掌天下，不掌账册。苏姑娘以几条红线牵连国师，是否太草率了些？殿下说的对，红线不能定罪，所以查库最公平。查，司天监司库即刻封孙。退朝后，九皇子的脸色比国师还难看。他知道司库不能被查。当夜，太子府一封密函失窃。你要教他们什么？指纹。每个人的指纹都不一样，手指按在物体上会留下痕迹，肉眼看不见，但撒上细粉就能显出来。古代版指纹库今日上线，比滴血认亲靠谱10000倍。苏锦，你害我家主子被软禁，还有闲心在这里玩泥巴？这叫指纹课，不叫泥巴课。你走错片场了。昨日太子府丢失了一封密函，你敢说与你无关？太子府丢密函，你来大理寺闹，你是嫌疑人还是热心市民？太子还没报官呢，自投罗网型反派，我喜欢。沈大人，麻烦把那个装密函的木盒拿过来。你敢不敢按个手印对比一下？按就按，又不是我偷的。怎么样？不是我？确实不是你，但你的手下的很像。是周先生让我干的，他说拿到密函就能救九皇子。你胡说！指纹不会撒谎。周先生指使他人盗取密函，意欲何为？京城抓得到，边关你们也抓得到吗？苏姑娘，沈大人，有人散布谣言，说太子和苏姑娘克扣军饷，导致边关将士士气低迷。行，去边关。他们上一次笑是什么时候？不记得了。好，今天让他们笑。人不是铁打的，军心也得养。项目1，拔河；项目2，信任被摔；项目3，厨艺比拼。我们是军人，不是戏子。拔河练界限，被摔练托付，做饭练补给。这不是玩，是让你们重新像一支队伍。那你们想不想休假？想。红箭第1名，全队轮休3天。我不是为了休假，是为了队伍。用力！难吃死了！那你还喝？补给不能浪费。苏姑娘，难喝但热。确实难喝。这招也是现代学的。我
以前最讨厌团建，但现在我是组织者了，真香。传令，今日巡防加一队。士气回来了，是人回来了。因为他会发奖金？不，因为他让我们觉得自己还是人。殿下，边军那边没人信了。那就让孩子成。苏锦妖女乱朝纲，太子短命国将方，太子乱将方。苏锦妖女乱朝纲，太子短命国将方。看我们且平平平要不要抓人？不用，他们唱，我也唱。九皇子真会玩，点个童谣把人们前头笑后头藏，黑手黑狗往我看，咚咚哒哒哒响。你说妖女乱朝操，我看你是心里慌。卖太低，藏军粮，害太子还壮亮，最伤人你满京场，背后三盘噼里啪啦响。听我讲，谣言跑得快，真相比他更嚣张。你要他，他就藏，藏不住他就慌。我是谁？苏锦苏，妖女。不，我是专治罪淫的光。九皇子真会玩，编个民谣把人瞒。九皇子真会玩，编个农谣把人蒙。哇！跟我玩舆论战，我有 flow。民间有钱吗？回大哥，有。但朝廷不能强征。民间不是没有钱，可朝廷不能强征。不强征，我们众筹。众筹？再不修，灾民就要进京了。国库周转不开，太子监国连一条河都修不起，百姓如何不怨？民间有钱吗？有，但朝廷不能强征。不强征。众筹，修水利，捐银捐粮者，名字刻碑立于河边，捐得多的可以在碑上刻一句话。碑上刻王富贵到此一游，这不雅。5000两，雅得很，又未尽风骨。石料往东京送，拿把手。原来民心不是赏出去的，是一起干活干出来的。这是俺们自己修的河堤，谁敢动？不好，有埋伏！拿下！分开审，带下去。不是九皇子府的人，是司天监弟子。国师终于亲自下场。民心可夺，天命不可违。3日后，天罚。国师顺天而行，尔等凡人不配审问。你同伴已经招了。他招了什么？你自己想。
你同伴已经招了，不可能，为何不可能？他没那个胆子，不敢，是怕谁？因为他知道国师会杀他全家。带出来。你是不是把观星坛的事也说了？我没有，我只说了国师会。继续。你说什么了？我没说，是你先招的。谁先说出杀全家，自己清楚。3日后，祭天台，硝石、油烟、铜镜暗藏机关。心理战可以啊，跟你学的。我什么时候教过你这个？你骗嬷嬷说口供已经录好的时候。完了，我把一个古代大理寺卿教成犯罪心理学专家了。还有一件事，祭天当日，九皇子入宫，逼陛下废太子，国师在外造天命。九皇子在宫里夺权，所以不是一场法事，是双线逼宫。丁司天监守太极殿。是。殿下，国师已准备妥当。3日后，天命换主。妖星不除，大梁必乱。父皇，若不废太子，恐难平天下之怨。你是不是太心急了些？天罚！真的是天罚！各部门汇报一下。谣言皆由司天监弟子散播，钱出自司天监司库，机关臣拆过，红光是铜镜反射，不是天。你管这个叫天命，我管这个叫团伙诈骗。天罚更强了。点尸柴。看清楚，这叫反射。这叫反应，不是神经。你想用恐惧控制人，我教你用知识打碎恐惧。请父皇下旨，彻查太子。陛下，天罚已破，司天监弟子已招，证据俱在。萧景业，忧国还是忧自己当不了主君？父皇，儿臣只是忧国。你坏了天命！你坏了天命！错了，我不是坏了天命，我是拆了你们的骗局。白若，我想起来了。说，父皇，儿臣只是被国师蒙蔽。殿下，这话留着给刑部复读吧。银鳞经九皇子府外宅3次，谣言由九皇子府门客散播，祭天台机关由九皇子府为图改造，人证物证俱在。九皇子萧景征软禁宗正寺，永不得参政。国师妖言惑众，谋逆乱政，押入天牢。苏锦，你破旧案，除妖言，
稳边关，安民心。想要什么赏？陛下，观音局离不开苏姑娘，水利新法也离不开。边关军心还需大哥苏姑娘坐镇。我们 KPI 也……你们这是朝会还是抢人大会？大哥，习惯一下。闭嘴！既如此，朕便再赏一桩。沈金火、苏锦择日完婚。我原本只想安安静静成个亲，结果我一听门外那第一声通报，就知道不可。户部贺大哥新婚。谁让你这么喊的？大哥新婚，户部已核过喜宴账目，绝不亏。行，财务部今天也很敬业。新婚喜床加固土，榫卯3层，承重极稳，100年不塌。臣怕沈大人武功太高，普通床不结实。拖出去！沈惊鸿，你管不管？今日他们高兴。恭贺大哥新婚快乐！还笑？夫人威望高。吉时已到。沈惊鸿，人都走了。走了。红烛摇啊摇，月色落眉梢，我在人海里终于等到你来到。看我的夫人。想起来了，你是白若，你是苏锦，是我从现代追到这里的人。我喊你名字太热烈，你拂袖说本关不解，可到光落下那一瞬间，你开始奔向我身边。我把心盼拆成谎言，把酒枪翻过明月，满朝风雨都战胜靠近，以后都听我的，都听你从不经意说爱几遍，明天口才绩效。如果有一天我们还能回去，回去也好，留在这里也好。你在哪，我就在哪。沈惊鸿。